这是银河奥特曼里最强的反派，俩奥加上一只皮皮虾都敌不过，最后竟被一手神曲征服。本集的怪兽非常有趣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这天，小光等人前来观看千草的演唱会彩排。原来千草是小光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看豪气前辈这花痴样，单纯的亚里莎感到无法理解。就在宣传演唱会的时候，小翔正好路过，此时天空突然飘过一道金光，接着幻化出一只巨大的怪兽，人们四处逃窜。原来是嘎刺星人带领的怪兽军团因贝莱扎，他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。小光几个赶紧出来疏散人群，小翔则先去阻止因贝莱扎搞破坏。他旋转变身器，随即变身超级融合维克特利奥特曼，与强大的因贝莱扎展开贴身肉搏。因贝莱扎发起欧米伽射线，竟被维克帅气躲过，豪气让小光先带千草离开。不料嘎刺星人出现阻挡，对着几人胡乱扫射，然后瞬移将千草挟持。嚣张的嘎刺星人命令小光几人放下武器，将几人嘲笑一番就想离开。突然，一个9块9包邮的铃铛砸向头部，一个帅气十足的男人出现，他是千草的粉丝丹叶先生。嘎刺星人正要偷袭，只见丹叶往下一跳，变成一只皮皮虾，接着甩出小李飞刀。嘎刺星人呵斥丹叶为何要保护地球人，丹叶说自己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偶像千草。维克这边还在苦战，为了尽快解决因贝莱扎，他融合奥特武装谢帕顿圣剑，在因贝莱扎身上画出大 V 招，将其一分为二。嘎刺星人再次战败，切布尔星人命令他先回宇宙，嘎刺星人竟敢拒绝，结果被强行带回。千草向丹叶表示感谢，豪气好奇地询问丹叶，既然是宇宙人，为何要当千草的粉丝？这得从1年前说起。丹叶原本是切布尔星人派来地球的侵略者，他们的计划是利用偶像的热潮让人类自我毁灭。他发明了一种能麻痹理性并使人完全凶暴化的特殊荧光棒，通过破坏人类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引导人类自我毁灭。但当他来到演唱会之时，人类却没有凶暴化，这让他十分震惊。最终他自己也被千草的歌声感化，从此便陷入到崇拜千草这位偶像。他觉得地球上的人们很亲切，能交这么多朋友，感到生活很美好。说着，他将铃铛送给千草，随后跟着亚里莎走了。千草十分不舍，边哭边跑。他说非常感谢丹叶先生一直以来的陪伴。车里的丹叶也听到这话，也是很欣慰。小光和千草刚回到演唱会场，嘎刺星人再次出现，只见两眼喷射出光线，将小光牢牢捆住，然后抓走千草。丹叶先生感应到千草有危险，立刻跟亚里莎请了个假，接着变身迅速离去。很快，丹叶先生找到被挟持的千草，原来这是嘎刺星人设的局，故意利用千草将丹叶先生引诱出来。嘎刺星人的目的就是想要杀死丹叶先生。他掏出变身器，魔化融合佐亚穆鲁奇，一只会尖叫的巨型怪鸟出现。丹叶先生对千草说：“我一定会保护你和你的舞台。”说完，他也开始巨大化，夕阳西下，皮皮虾 PK 怪鸟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怪兽口吐光波向前喷去，帅不过3秒。没想到皮皮虾还没开始就已经熟了。小翔找到小光，看到好基友这么狼狈，赶紧帮其解除捆绑。之后，小翔随即变身为克特利奥特曼。话不多说，小光出来也立刻变身银河奥特曼。接下来3打1应该没问题。两奥上前却被怪兽一把甩开。嘎刺星人扬言一定要亲手解决丹叶先生，紧接着就是一顿暴打皮皮虾。两奥及时过来劝架，维克被一巴掌拍倒在地，银河也被抱起来扔出去。维克终于趁机踢回一脚，却也是被还了回去。此时怪兽的目标很明确，他就是想吃爆炒皮皮虾。眼看丹叶先生胸前黄灯亮起，但此时的两奥也是陷入苦战，被怪兽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怪兽上前抓起丹叶就是一顿胖揍，这画面简直就是3个青铜打王者，都被怪兽打得节节败退。丹叶表示不服，他说自己还能扛一会，结果被重重拍飞出去。千草快看不下去，他突然唱起洗脑神曲，两奥拼命抓住怪兽，丹叶这只皮皮虾终于振作起来，听着音乐跳起的士高。嘎刺星人听着动听的音乐，也开始迷失自我，痴迷地看着皮皮虾和千草的尬舞。怪兽体内的嘎刺星人说：“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女孩。”就在这时，俩奥抓住时机，合力发起大招奥特光线，将怪兽消灭。接下来，千草的演唱会终于可以如期举行。事实证明，在有怪兽的城市里，只要歌舞尬得好，怪兽也会被迷倒。我是小影，关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